现在，美国国内对金门和马祖这件事情也闹得沸沸扬扬。众议两院已经收到了5000多封信了，80%都是反对杜鲁斯在这个台湾海峡的冒险。再有，国际舆论现在一边倒的都在反对杜勒斯的战争边缘论。这个杜勒斯现在也是骑虎难下。他什么骑虎难下呀？这就是典型的西方民主作秀。他的战争边缘论早就注定了他在这场角逐中不会真正的来保护我们台湾。这不，他们不是和共军又和谈上了吗？都是一帮骗子，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父亲，那您觉得我们下面该怎么办？想办法让他们和共军打起来，把美国拖进战争的漩涡。唯有这样，我们反攻大陆才有胜算的机会。好的。Ambassador Wang, it is beyond my expectation that barely half a year has passed and we meet again today. 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不打不相识。Hopefully this round of talks may help advance the U.S.-Sino relations. 我也希望美方能够认清大局，尽量不要在战争边缘这个概念上玩火，尽早从台湾和澎湖列岛撤走一切武装力量。I can smell gunpowder in your remarks. 这不是火药，是良药，是一剂治疗战争狂人的良药。主席啊，有一件事我一直不解，想向您请教啊。文白兄过谦了，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关于金门，我觉得已是解放的大好时机啊，为何不乘胜而上，一举拿下？我们也不是不想拿下金门，但这个问题啊，不单单是跟蒋介石有关，特别要考虑美国人的态度。美国人会较劲了呢？美国人在台湾海峡集结重兵，实力强大。前一段，经过几个回合的互相侦察，我发现美国人害怕跟我们打仗。他现在极力想劝说蒋家父子放弃金门马祖，这不是好事吗？金门马祖对蒋介石来说，那是他反攻大陆的跳板呢，而对美国人来说呢，那是套在他们脖子上的一根绳索。他们想尽早把这个绳索摘下来，丢卒保车，企图以放弃金门马祖，换取我们承认他们霸占台湾，最终让台湾独立，制造2个中国呀！如果那样，蒋公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我们现在啊，采取的方针是达而不登，断而不死。主席的意思是，我们只向金门打炮，而不登岛。不错，我们控制金门的补给线，但不是完全切断，这就是困而不死啊！我推测，用不了多久，蒋介石就会跟美国人干起来，因为他们各自心怀鬼胎，都想借助对方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啊！有道理啊！达令，来吃点东西。达令，怎么啦？
又在和谁怄气？给了我们一点军事援助，就把自己当成上帝了。竟然要对我们发号施令，哼！台湾不是他美国的附属国。你是因为那个杜勒斯发表的声明吗？竟然对我们反攻大陆计划指手画脚，还说这个计划是什么假设性的计划，并让我们退出金门、马祖，以求得共军的和解。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妨换一个思路。金门、马祖那2个小岛，目前已在中共的炮火控制之下。也许啊，我们退一步，会海阔天空的。你当美国人的建议都是为了我们吗，夫人？他是为了他们自己在全球的战略计划。再说，我们已经从大陆退到这个四面环海的岛上，还能再往哪儿退？就说反攻大陆，哪怕只有1/1000的希望，我们也得做出全部的努力。再退，我就跳进这大海，游回我的奉化老家。主席是英明果断呐，果然蒋介石和美国人打起来了。蒋委员长每天都在做反攻大陆的美梦啊，金门、马祖是他2块心头肉，他当然不愿意丢掉。可他毕竟继美国人立下，养成必行，他不敢跟美国闹翻。我准备把他们的火挑一下。来啊，我想借用老彭的名义，给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的同胞们发一份国防部的文告，你的意见呢？彭老总是国防部长，发此文告，名正言顺。好啊，我先把文告写出来，你们看了之后咱们再议，啊。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的同胞们，我们都是中国人，36计，何为上计？无论台湾、澎湖，还是金门、马祖，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2个中国。收复台湾、金马，完成祖国统一，这是中国6亿5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外人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他们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亡，我亦能亡。欢迎美国国务卿冒着炮火来我民国政府的国府视察。 Have they not stopped shelling Jimen? Why have they not stopped shelling? 啊，这你们就得问问中共是否真正的停火了。不过，你就全当这炮声是欢迎你的礼炮吧。 Well, it'd be better if there were fewer such gun salutes. Otherwise, could drive people crazy. 我相信，美国国务卿此次到台湾来，不仅是给我们带来了力量，也一定是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I'm afraid I'll disappoint you, Mr. Chiang. For what I bring this time is not confidence, but apprehension. 你们担心什么呢？ We're afraid that Jimen might be the trigger for the Third World War. Most of the allies of President Eisenhower disapprove of America's assistance in defending the offshore island.
We're hoping that Mr. Chiang will seek desire for peace in the offshore islands. 让我们放弃金门和马祖，这是不可能的。既然你们是台湾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尤其是在西太平洋上的战略地位和作用，那你们就不应该坐视中共打打谈谈没有诚意的行径。 This is a decision by the President, passed by the House and the Senate. It calls for withdrawing troops from Taiwan. 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语叫“釜底抽薪”吗？ Mr. Generalissimo, do not forget that Taiwan is just a chess piece on America's chessboard. 宋克，前一段时间通过炮击金门，我们的目的基本上达成了。一是摸了蒋委员长的底，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还不愿意把台湾割裂出去，被一个分裂祖国的汉奸骂名啊。二是摸了美国人的底，美国人也不像他们自己吹的那样。 是与台湾共存亡啊！美国人啊，简直是个笑话啊！炮弹还离他那么远了，他就跑得没影了。哎，炮击金门啊，是向全世界一个声明。目前世界上有一个美国不好惹，那世界上还有一个中国。 更不好惹。你们看啊，咱们这个陈外长啊，说话可是越来越有力量了啊！哪里有？我这个外交部长啊，说白了，哎，就是一个炮筒子外交部长嘛啊！搞外交啊，历来都需要两手嘛，既需要和平的玫瑰花，也需要武力的炮筒子。不过我们今天开会的议题是要研究一下从朝鲜撤军的问题。当初啊，我们组织志愿军赴朝作战，适应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金日成同志之邀请。现在啊，仗打完了，朝鲜的局势已经趋于稳定。我上次在苏联访问期间，见到了金日成手下。 我们交换了意见，双方都同意把志愿军撤出朝鲜。彭老总，这几年我们从朝鲜撤出的志愿军有多少人啊？11个师。现在我们还有多少志愿军在朝鲜？大约44万人。既然我们国际主义义务已经履行完了，就早点撤回来嘛。 老总啊，我不同意哦。哦，那就请陈外长谈谈你的意见吧。1954年啊，在日内瓦会议上，总理就声明过，一切外国军队都有从南北朝鲜撤军。现在呢，美国不但没有从南朝鲜撤军，而且军事基地、机场越建越多。 我们这要撤军的话哟，务必形成不对等的态势来。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正义之师、和平之师，是在兄弟国家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
坚守正义，挺身而出，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现在中朝人民已经赢得了这场胜利，我们应该履行庄严的承诺，不在别国领土上留下一兵一卒。这是中国的和平信念和准则嘛。亲爱的同志们，志愿军英雄们，我代表毛主席，热烈地欢迎你们回到伟大祖国的怀抱。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你们以超人的勇气、智慧和胆魄，创造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争奇迹，打出了我们新中国的国威——人民军队的军威。事实证明，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的光荣、独立和安全而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这第一杯酒，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干杯！为祖国干杯！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的崇高风范的生动写照，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在这场战争中，涌现出了30万英雄功臣和6000个功臣集体，他们不愧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儿女。这第二杯酒，为我们的英雄干杯！为祖国干杯！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正义斗争。这第三杯酒，为世界和平干杯！英雄们，今天我们喝的是最好的茅台，你们尽情的喝，敞开的喝。雄赳赳，气昂昂，夸父扬武将，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
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父亲。我想当兵。你想当兵啊？是。你爸是军委主席，他说了算。哎，岸英想当志愿军，你是志愿军司令，县官不如县管嘛，得你点头才成啊。婆叔叔，您就收下我吧。我在苏联上过军事院校，当过坦克兵，打过德国鬼子，我还参加过苏联大反攻。哎呀，这些您估计也都知道，所以我一定不会给你丢人的。安英，你都打过仗，那不就行了吗？现在好好在后方搞建设也一样。况且，你刚结婚，我现在就把你带走，你媳妇儿也会骂我的。爸，还是您帮我说句话吧。哎，现在不少人都患了恐美症。你说毛泽东的儿子不往前站，你让谁的儿子往前站？在出征朝鲜这件事上，我是积极分子，你是热血将军，你支持我。哎，现在啊，你再支持我一下，把安颖带上，啊，主席啊，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收了安英这个兵了。哎，他不是会俄语吗？让他在我身边啊，给我当个翻译。谢副叔，我一定在您的领导下当一个好兵。志愿军已经回国了，你却留在了朝鲜。爸爸这么做，你一定会理解的。直接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安宁，我的儿子。爸妈回来了，带来一个新朋友，给爸爸祝寿。林伯伯好，林伯母好，你好，你好。冒昧登门，也没带什么礼物，实在是不好意思。又客气了，我们家没那么多客套。来，坐这儿。哎，好，坐吧。好。他呀叫沈小琴，是上次呢我跟毛主席去苏联访问的时候新认识的朋友，很优秀的，刚毕业回国。在苏联，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啊？核物理。听你说话，我感觉你像南方人。嗯，我的祖籍是安徽的，但是父母现在都在南京。哦，我们也是南方来的，到北京很多年了。既然你是燕子的朋友，以后就常来家玩吧。哎，好。我们家人口少，燕子的姐姐她……妈，今天是爸爸70大寿，咱们先给爸爸祝寿吧。来，大菜来了！大厨，
今天这菜做的跟以往的不一样啊！我先来替大家尝尝味道啊。干嘛呢？你这是一天到晚就找吃。你这一天到晚的做，我可不得一天到晚吃吗？燕子，你看看，你怎么这样跟何大哥说话呀？啊，我啊就没拿他当外人。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新朋友沈小琴，这位呢是我们家的老朋友何子峰。何大哥你好。你好，你是燕子的好朋友，那以后就是我的好妹妹了。打住，又占人便宜呢？谁认你做大哥了？你说你这不认我做大哥，你还想干嘛呀？爸，咱们来举杯吧。来。哎，前2天，周总理在宴请归国志愿军的时候，他一个人喝了37杯酒啊，喝这么多酒，那不怕给喝醉了吗？当时就把我惊着了。我告诉你，你周伯伯的海量，没有几个人能够比。那是。来，我们干杯啊！干杯！爸爸生日快乐！谢谢，林伯伯，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谢谢。林伯伯生日快乐！谢谢。我祝你健康长寿。谢夫人。干杯！干杯！干杯！咱们切蛋糕吧。好，看。我是不是越来越好了？越来越熟练。哎呀，走。大乔呢？哎呀，罗主任您来了，有事儿？我找燕说点事儿。好，那你们先忙。怎么了？这份材料是你翻的呀？对呀，是我翻的。不错呀，啊，你这俄语进步挺快啊。哼，实不相瞒，自从进了外交部呢，我就觉得吧，应该多学几门语言。其实除了俄语，我现在连法文书原版都能看懂了。不错。我们的小燕子啊，还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佩服啊。这有什么好佩服的？对了，我还有事儿想找你呢。说。你觉得沈小琴怎么样？沈小琴谁啊？你这人怎么这样啊？说过的话当饭吃了。昨天晚上你还在饭桌上让人叫你大哥呢，这么快就忘了？嗨，这丫头啊，人不错，挺好的，挺实在的。那你要觉得他好，要不我给你俩介绍介绍，他挺适合处对象的，但就是不知道人家能不能看得上你。你这一天天的想什么呢？先把自个儿嫁出去吧，啊！哎，人呢？哎，小张。主席啊，目前苏联正在日内瓦同美国等西方大国谈判禁止核武器，他怕西方人获悉他们对我们的援助，而引起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的不满，所以苏共中央才致函决定停止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技术资料的提供啊。意识形态的博弈和大国利益的交易，我们的老大哥显然选择了后者呀。赫鲁晓夫不是马上要出访美国吗？这恐怕是给艾森豪威尔递上的一根橄榄枝啊。我想，他是不是还有另一层的意思？对我们的一种报复。对，赫鲁晓夫不是曾经提出要在我国建立长波电台，搞共同舰队，后来又想派驻导弹部队，不是都被我们顶回去了？
以赫鲁晓夫的个性，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主席啊，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回复他？用不着回复。很多东西啊，求是求不来的。原子弹不就是那么个东西吗？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笨，也不缺胳膊少腿的，不靠他们的帮助，我们自己也能搞出来。对。倒是赫鲁晓夫访美的动态，值得我们关注啊。Respectable Chairman Khrushchev, did you ever imagine that we would be walking so close together, just chatting with each other? А вот сказать тебе по правде. Нет. To be honest, Я всегда считал вас врагам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омер один. But you have said on more than one public occasion that you are going to bury us. Ты даже н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шь, вот когда ты прислал мне вот это приглашение посетить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я глазам не поверил. И потом это так получилось внезапно и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мыслимо. But you came anyway, with great valor. The leaders of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blocs of the Cold War have finally shaken hands and made peace. I am so delighted. How has the U.S. impressed you after having been showed around for the past few days? Come, let's talk about it. Come on. Please. Now, where was I? Oh. How has the U.S. impressed you, having been showed around the past few days? Америка – это великая страна. И я восхищен ее богатством, мощью. Это превышает все мое воображение. Но даже здесь во время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есть момент, который меня волнует. Why is that? А мне не удалось посетить Диснейленд. Это меня тревожит. А вот с мисс Монро мы пообедали. If you really do love Mickey Mouse, I can send you one as a souvenir. Ай, сувенир, я понимаю. Господин президент, я как лидер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первые приглашенный в вашу страну, лидер СССР в США, думаю, что я должен не только посещать достопримечательности, но и обсудить некоторые вопросы. Certainly. The U.S. and the Soviet Union are the two most powerful countries today. We have plenty of issues of common concern, such as disarmament, Berlin, even China for that matter. А вы разве с китайцами не находитесь в постоянном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и? Yes, we have been on rather poor terms. That is why we would like to ask for a favor. Меня? What are you referring to? As leader of the socialist bloc, you have a docile audience among them. А я попробую. Well, let me have a try. Very well. На здоровье. 慢点啊，来，扶稳了，好，挂那边。哎，慢点上，扶好了。小林，哎，你过来一下。好，姐，小心点啊。什么吩咐？苏联的赫鲁晓夫要来出席我们的国庆庆典活动，部里决定
让你参加翻译组的工作。我能行吗？当然不止你一个人了。你上次不是陪主席率领的代表团去过苏联吗？对苏联的情况比较熟悉，这对你来说也是一次锻炼的机会。好，那他什么时候来啊？还要过2天，你先做一下准备。嗯，知道了。哎，挺好的，挺好的，扶好了，先扶稳了，慢点下来啊。1959年9月30日，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结束了对美国的访问后，乘专机飞抵北京，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国庆庆典活动。赫鲁晓夫同志，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国庆10周年的庆典。А я только что закончил официальный визит в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Даже домой не заезжал, прям к вам. 就直接到你们这儿来。这次你辛苦了，这次去美国开洋荤了吧？啊！哎。 От прошлого. Мы часто ругали Штаты. А на этот раз я посмотрел все своими глазами. 过去我们常常 Вот,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这次亲眼看 живут они в достатке. 他们确实很富有。赫鲁晓夫同志，你去美国我们不反对。啊，你和美国总统会谈，我们也很理解。问题是你宣扬的戴维营精神。 我很想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Ясно. Вот мы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Эйзенхауэром провели 3 раунда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Вот прямо вот в этой резиденции Кемп-Дэвид. Обсуждали разны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вопросы. И центральным была надежда на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На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о всеми странами. На основе принципов мирного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так сказать, продвижение мирного перехода, ну и проведение политики, так сказать, разрядк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и,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и мирной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между странами. 你是讲，当我们和美国实现和平共处，但他依然霸占着我们的领土台湾，对我们实行半月性的保卫，和他们和平共处，这不可能吧？啊！ А я тоже, прежде чем ступить на американскую землю, тоже у меня сомнения были. Ну, что думал? Ну, думал, что империалист, хищное чудовище, да. А на деле это не так. Ко мне, к лидеру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лагеря, и американцы-то отнеслись и учтиво, и дружелюбно. Вот. А президент Эйзенхауэр всегда вот выражал надежду, что вот мы должны с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разрядке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в мире. Так что я очень надеюсь, что Китай возьмет на себя инициативу, так сказать, осуществить первые шаги в улучшении отношений с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ну и по тайванскому вопросу тоже. 要解决我们同美国的关系，唯一的办法就是美国人从台湾撤兵。纷乱的世界上，我信步走过。 换的风云里，你越发巍峨。唯有那么一天，环球同此凉热，云水间响彻我们。